豆芽今天终于下了一颗蛋，已经有3天没有下蛋了。孵蛋的那一只鸭子孵蛋之后就停蛋了，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所以说现在下蛋只能靠豆芽。这个跟屁虫又跟过来了，这又不是你的蛋，你追着干啥呀？这小子是追过来咬我的。等一会儿就把这一颗蛋给粉丝快递过去。我答应要送他2颗鸭蛋，现在终于凑齐了。自从我家的鸭子下蛋受精率比较高之后，就开始陆陆续续在送鸭蛋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送了20颗了。之前还好，有2只鸭子下蛋，有的时候1天2枚蛋。最近只有豆芽在下蛋，而且产蛋量明显降低了很多，好几天才下1颗。最近我的私信每天都有20多人以上问我要鸭蛋，实在是没办法呀，所以多数我都没有回复你们，十分抱歉。因为的确是没那么多鸭蛋呢，现在只有1个鸭子下蛋，就算1天下1颗，1个月也才30颗，那肯定是不现实的。所以说目前有几百人问我要鸭蛋，生产队的驴都生产不过来呀。其实不管是问我要鸭子的，或者是要鸭蛋的，都是觉得科尔鸭挺好玩的，想养一只玩一下。好多人可能觉得科尔鸭挺亲人的，主人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。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你要多和它互动。不过它们的缺点也很多，想养的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母鸭子特别吵，母鸭子的叫声穿透力特别强。如果你单独养一只的话，有人陪伴的时候它很安静，有的时候没人陪伴或者到了发情期，那个叫声很扰民的。我养2只母鸭子，之所以现在比较安静，是因为它们有同伴，只要有同伴陪着，或者说有人陪着，它就不会叫。所以说如果你不小心养到一只母鸭子，那你能接受它那么吵吗？对吧？很多人其实养动物都是一时兴起觉得好玩，真正的养了之后慢慢的可能失去兴趣了，最后怎么办？所以说一定要慎重考虑。我的鸭子下蛋呢我也不卖，所以说如果有多的愿意送给喜欢养的，但是自己适不适合养自己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有时间我也会看评论和私信，如果自己觉得真的挺适合养的，环境啊包括自己的性格啊各方面可以给我说，有多的可以送，但是因为目前1只鸭子下蛋，产蛋量可能会越来越少，所以说不可能全部都送的。不过有需要的以后总有机会。还有这2只鸽子，等一会儿就要被人领养走了，我亲自给它送过去。之前有人说这2只鸽子太丑了，只不过是换毛期，现在看一下肚子上的羽毛换的差不多了，也挺好看的。毕竟他们的父母基因摆在那里，而且是我从小给他们养大的，挺亲人的。走了，现在把鸭蛋给粉丝寄过去，顺便把那2只鸽子给一兄弟送过去。